没想到租一个二手房，竟然让我捡到破天富贵。你看这块医院值不值100万？你这个是江南无几年牢笼，品相状态确实不错。如果凭皮核给分的话，110万确实有，但这和租二手房有啥关系嘞？这关系太大了。我就是在二手房里面搞卫生的时候找到的，放的可严实了，在卫生间吊顶灯上面。那你说这卫生间放这就对了。一般卫生间这个湿气比较重，医院在卫生间放了时间长了，这壁面都容易翻译成黑色的包浆。不过包浆很浅，正好和你拿来的这个相吻合。很多人养医院的包浆啊，都是放卫生间，这和你说的破天富贵好像没太大关系吧？太有关系了！我租他这个房子还不到1个星期嘞，押金、房租几千块钱不要，我都提前搬出来了。那你这图的啥？现在挣钱那得多不容易啊！我看你这女孩子年龄也不大，应该也是才参加工作没多久，几千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你为这么一块破医院瞎折腾，这也太不值当了。你说的和我想的恰恰相反。我都已经找网上专家给我估过价了。我这块医院价值在100万以上，值多不少。价值越大，对你来说未必就是好事儿。人家100多万的医院就这么轻易被你给拿走了，别人怎么会善罢甘休嘞？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就是你也不必太相信网上专家的话，他们之所以给你估那么高的价，这里边有见不得光的秘密。尤其是像你这种小白啊，可不能听风就是雨啊。你分析的对，我这还不能轻易搬出来嘞，不然就容易给别人一种此地无银300两的嫌疑。正好我钥匙还没还给房东呢。你听我了就对了，押金加房租好歹几千块钱嘞，一定要按时住完再搬。至于这种110万的大诊医院啊，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就行了，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漏可捡，110万的医院别人不可能他扔卫生间不要，说不定人上一任房客留下来了，你都不知道。现在300块钱1个月的单间多抢手，你都直说吧，我这个医院你能给多少？我发现你这想法很幼稚啊！300一个月的单间，你觉得玩起这上百万的医院，他确定会住这么便宜的房子吗？即使会住，一般像这种高端币啊，他应该放保险柜里边才对啊，怎么可能往卫生间吊顶上放呢？像这种裸币，他最怕摔了，一不小心磕一下子，说不定几万块钱就没了。而你拿过来的这个江南无几年牢笼，这一看就是未流通的状态。你可知道江南龙阳里边最贵的呀，就是这种无几年牢笼了。当初它短暂的就发行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它这个存世量就少。再加上过去江南经济比较好，很多医院流通范围比较广，10个江南9个戳，带戳的比较多。它那个戳啊，就是钱庄检验过了，所以老百姓拿着放心。而你这个虽说品相比较好，但就是壁面不开门，包浆压力这都不能细看，这细看这都是一眼假。幸亏你这个材质是银的，我感觉啊，价值200左右吧。200？对，你这估价也太高效了吧！我跟人家网上专家鉴定费都好几百嘞，你这200谁会卖给你？说实话，网上专家要挣的就是你的各种费用，你们都不知道，值200的东西给你报100多万，他们是有目的的。忽悠的就是你这种啥都不懂的小白。你想想，价值200的医院却收你几百的鉴定费，这就相当于他们挣你的钱了。你少忽悠我啊！你给我200块钱，这是咋回事？既然是假币，你又为何要给我200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有啥矛盾嘞？200只是这个真银假币的材质钱，因为它的材质是银的，只是20多克的银子价值，并没有什么古董或者收藏价值。像你这个医院啊，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说要回收或者是低价收之类的，所以不存在忽悠你之说。具体能值多少钱啊？建议你多去实体店，去问问价。行吧，我看你都是不识货，我不卖了还不行了吗？好。我没有想到啊，看个热闹就能逆天改命。从俺村里边300多年前的大房子了，挖出来一块300多年前的医院。你别给我开玩笑了，我们国内的医院从发行流通到现在也就100多年的时间。你说这300多年有点严重了，我先来看看啥的吧。你这医院还没有仔细看呢，不要下太早的结论。我这医院比较有特点，一般医院都比不上我的医院好。你这个龙阳是光绪年间发行的江南嘉诚，医院好不好可不是自己夸出来的哈。我这拿到手一看，这稍微有点变形，壁面虽然说是深坑灌装，但是大范围带原光。
音院真假完全没问题，一眼打开门。像你说和别的音院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应该是这壁面带戳记了，而且这还不止一个戳啊，品相实在是太可惜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这块音院的品相非常棒正面、壁面多带几个字儿，都不用检验也是真的。其他能比其他音院多卖钱。那真假肯定是不用质疑啊。那即使它壁面不带戳，这也是一眼开门的状态。带戳能多卖钱，完全就没啥依据了。这些戳记是过去钱庄为了检验音院的真假特意打上去的。往往带戳多的话，就说明钱庄检验的次数多，在过去购买力没影响，但是现在带戳它就影响价值了。还是那句话，你别挑毛病我觉得音源上面带点戳是好事而且这300多年前的音源你看比新的还亮那你这壁面带远光，从生铝锈的这个地方来看，这种远光只能是在灌装的中间壁面大部分它没有接触到空气。你看这边上生铝锈了，这种就是氧化了，确实没有300年，因为从光绪年对吧到现在刚好是120年。不可能是120年，你不知道。俺村的那300多年的老房子有标牌上面写着承建年份是康熙年间就是300多年了。那你这很有可能是康熙年间造的房子，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又修缮了。因为康熙年那时候民间还没有发行医院。你看你这上面写的也很清楚，光绪元宝，从康熙到光绪中间也差100多年的时间了。说实话，我对历史也没有太多研究。反正我这块银是1000块钱买来。别人已经给3000万了，3000万，你看着你能给多少？你说这价钱确实把我吓着了，能上3000万的银元还真是屈指可数。不过可以肯定一点的是，你这1000块钱买来最起码不会吃亏。像你说的，你一天改命就是因为你不懂。你这种江南家珍典型的地方生龙。首先从发行量来说，最少的是5几年，目前一块好状态的能上7位数，而量最大的就是这个8几年有里边的这个嘉臣龙。还是刚才那句话，银元都是看状态跟前的，而你这个壁面虽然说带远光，但是整体缺点大于优点，因为我们收藏银元主要是玩一个完整性。你像这种壁面变形的，比说那些正常的银元要压价。另外前后你看又带了几个戳记，这很明显这种银元就失价了。你像正常的嘉臣无伤无戳就3000左右，而你这个品相也就1600-1700吧。1600-1700，对，你咋好意思报出来？别人给我报3000万，你这只给我1000多，这相差10万八千里，你也太高调了吧？兄弟，你别说3000万了，就是有人给你报3000，这都不现实。因为现在像我们玩这些常见的银元价格是非常透明。如果你拿一块我们平时没见过的样币，我们不知道这个价格也情有可原。而这种江南家珍太常见了。你别动不动都说常见，那常见的银元俺家里还没有，3000万别人都给我准备好了，就等我带银元过去了。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太天真，1000块钱买来捡个小漏也都算了，真没必要去买啥3000万的高价。有些网上骗局就是利用你这种啥都不懂，专门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别到地方之后3000万没拿到手，再给你几千块钱就划不来了。我建议你还是多去实体店问问价。算了，来你这问一次我都够了。我看你们也是不太死活。那行吧，我还是去找高那祝你成功。这一下子可把我气败了。这俺亲家给俺儿媳妇配下3块破银元，你帮忙看看值不值5000块钱？我看你这3块可都是荣样里边我看有一块赵忠，就光这一块赵忠的话，你1000块钱都买不来我看看啥的吧。我确实是对银元不了解但是我看着这银元颜色都怪怪的，别再给我弄点假的，那就笑话人了。首先可以肯定一点的是，你拿过来的这3块银元真假完全没问题，因为你对银元不太懂，这壁面包浆这都是一眼开门的。而且你这3块还都不是普通的银元，赵忠、大清、北洋，这是银元里边最热门的龙阳3000克，状态这都是原味的品相，给闺女当陪嫁无可厚非。你这为什么要质疑值不值5000呢？不是我认为值5000块钱因为我对银元不懂。我一个姐妹看到这3块银元之后感慨说，最多也就值5000让我卖给她。那只能说你这个姐妹太想捡漏了，5000你别说一下子买3块了，恐怕她连这个大清宣3她都买不到。因为现在银元涨价对吧是其一，关键是刚才听你说这不是恁亲家配送了吗？这是谁的银元？俺儿媳妇嘞。
再是那儿媳妇的配件，你这也不能乱卖啊。我这没有乱卖，我只不过是听到价值5000有点生气。因为结婚商量事的时候，俺亲家说要赔几万的银元。那你那亲家应该是没撒谎，因为这3块银元是龙阳3000克，是目前所有这个龙阳里边玩家需求量最多的币种之一，加上这几块品相状态又不差，将来行情好的时候啊，确实很容易方便出手。你可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所以说不像我姐妹说的几千块钱，但是我总感觉银子再贵也不可能卖到上万的价钱。银子价钱肯定是很便宜啊，你看银价卖的话，一块银元也就200来块钱，但是你这龙阳3000克按品相来说，它现在是收藏品，更多的也是它的稀缺性，所以你拿到任何地方都是看状态来估价来。说实话，我看不上眼，看不上眼，溜溜的，看着心里膈应，总感觉上面脏脏的，不太干净样。正好你这看法和我们这个认为的恰恰相反。银元正是它这个壁面带这种褒奖，才更值钱，因为它也不是什么吃的东西，你看不惯是因为你不喜欢收藏。你像龙阳3000克，这都是过去100多年前晚清那时候的流行货币。在我们个人手里边，对吧？流通来流通去，本身银子它都容易氧化，所以壁面带褒奖，这是在所难免的。你如果像你，对吧？遇到你不喜欢的，给你几块，有时候对吧？显得还很多余。但是你让我们专业人士来看，除了这个壁面褒奖漂亮之外，你看这3块，这壁面这可都是全身打。壁面流通痕迹磨损极少，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边留下来的，它不是带戳就是带伤，有的甚至还带磕。反正是想一下，能找到像你这么完美的银元无可挑剔的一套龙阳3000克很少。目前市场价来说的话，没有2万多，你现在还真买不来2万多3个。对。那听你这么说的话，确实是挺超出我的预期的。值点钱用的怎么样？不适合当嫁妆。因为是你们男人玩的玩具。那你说这话的话，那你不免里边多少有点带偏见了。因为银元大多数都是我们男人玩的收藏不佳，但是作为陪嫁也有一定的寓意，寓意着孩子的婚姻圆圆满满。另外就是在孩子急需要用钱的时候，多少还是可以变现换钱的，一举两得。我感觉也没有说的那么好。我姐妹提醒我好几次。说看着颜色怪怪的，别的是假的。那假肯定是不会假的，这壁面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再说这个盒子币对比官网还是比较简单的。倒是你这个姐妹这有点前后矛盾了，一边说是假的有问题，一边又想给你5000块钱买走。因为这是恁儿媳妇的嫁妆，我建议你别给她便宜卖了，不然在你们家这婆媳矛盾对吧？非得升级不可。肯定是不能卖，我只不过是找你鉴定一下真假。是真的我就放心了。对，我还是给他拿回去。对，谢谢你没事，还给他放回去吧。你看我这小时候太淘气了把家里银元中间打了个空。那是。听说现在银元涨价了，你看给多少钱吧？对，你这个银元确实可惜，原像飞龙活生生的被你中间打个空。要是普通的袁大头打个空也不令人惋惜，这好歹是一块军阀币，这价格咋给你报我说个数吧，你看能不能行？北京的一个资深收藏家，他给我开100万，100万，你看你能不能随着别人的价买吧？大爷，你这价钱有点不敢信你要说中间没打空，一块完整的原样飞龙，现在也不可能上7位数，况且中间打空是1，我看你这个原像这个地方，你看这凸凹就模糊不清。那这样说的话，那你这个原样飞龙就相当于是有2个毛病了，给你开100万这个价也太不靠谱了。这有啥不靠谱的？现在是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谁给的价格高，我肯定会卖给谁。大爷，你说这话没毛病。咱卖东西肯定是谁出的价格高卖给谁，但是无论你卖啥，它都得有个标准，尤其是这种银元。价格的高低完全是看它品相的好坏来定价的。像你这个原样飞龙确实是一个好币种，劣势就是打空和这个地方模糊了。那都是我小时候才淘气弄的，现在想恢复到原来的模样已经不可能了。反正也不算什么太缺失吧。但你说这不是缺点，那就大错特错了。无论啥样的银元肯定是越完整越好。咱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你这个原样飞龙，你无论是上哪个评级公司去打盒子，清一色的不是给你06就是给你09。
你别挑我这个银元的毛病了，北京的大收藏家都说了，我这个银元最大的亮点就是与众不同，所以才给我100万。大爷，他说这话你竟然还信以为真啊？可见你是对银元啥都不懂哈。我说句不好听的，你也别生气，他都给你报100万的价，纯粹是忽悠你的价钱。即使他说了天花乱坠，他绝不可能给你100万。北京离咱这儿有点远，我这把眼睛也不想去。你能有个差不多就行，你报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吧。大爷，我只能这样跟你说，你这幸亏是没带着银元去，不然去的话也是白跑一趟。像这种原样飞龙是典型的军阀币，首先从它这个存世量来说，那绝对是很稀少的，在所有军阀币里边的知名度也是靠前的，性价比来说，是玩军玩币必玩的币种，所以这个价格透明度也是非常高的。而你这个原样飞龙啊，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中间带个穿孔，而且原样这里你看模糊不清，像这种啊都是硬伤，根本无法修复。如果原样脸上没模糊的话，中间这填点银子可以修补上，修补价格啊低得可怜。现在你也不能修补，所以价格并不可观。我个人看你这个原样飞龙啊，暂时只能当个标本来玩玩，所以这个从价格上来说，别人不可能出太多钱，毕竟价钱高了也没人要。个人看的话，也就大几千，不能过万。你别气我了，人家给100万，你连1万都给不了，那是这价钱错的太多了，不带你这样做生意的。我这也是给你一个价格参考吧，毕竟现在差不多的这个全品的原样飞龙，也就10几万的样子，所以像这种带伤的，价格高了别人也不敢报，因为玩军阀币的大多数讲究一个性价比，1万以内是属于这块银元的市场价。那为什么北京的收藏家人家能给100万呢？难道别人的钱多吗？肯定是有利可图啊。大爷，你说这话太对了，他们的有利可图可不是买你这块银元，他们以买你这块银元为幌子，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和你聊那么多，我也发现你这个想的太天真了，对银元的行情也不是太懂，所以我建议你啊，去这个实体店多问问价，啥都懂啊。好吧，你给的太少了，我必须找人多问问。对，谁给的高，我买个水吧。对，那你再多问问，多问问。好。我新开一个基办行，对这些银元行情不太懂。现在有个客户啊，在店等我呢。你看3000块钱回收亏不亏？我看你这个是盒子币，这个盒子币啊，你要看版看真假，至于说能值多少钱，那就要看银元的状态了。我看看啥？因为我是第一次搞这个，像平时的黄金什么东西，我都能看懂真假。反正我看你们报3000，我也就报3000。第一次接触这个，你连真假这个和什么版都看不懂，那只能说你这3000的报价太唐突了。虽说是34年的北洋龙，但是这状态啊，符合这个味道币的标准。如果是懂行的人啊，听到你这3000的报价，恐怕会扭头就走，因为你这是34年北洋龙里边的名誉版、开运版。加上币面这种味道啊，只能说你乱报价。你说这话是啥意思？这3000的价是报高了还是报低了？什么是开运版？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北洋龙吗？这还真不是普通北洋龙，平时3000你还真买不到这种开运版。开运版啊，其实和普通的北洋龙区别并不大，主要区分就是这个11点钟方向，你看它这个云朵，普通版它这2个地方都连到一块了，而你这个很明显是分开的，包括它这个内齿。短不平，包括它这边的字体，你看都有一点粗犷。这你出3000，别人咋可能会卖给你呢？3000他就准备卖给我，是一个年龄15、16岁的小伙子。我看他对银元不太懂，所以不让他吃亏，就给3000块钱。你说这话有点自相矛盾啊！15、16岁，首先属于未成年，他对这个银元不懂，那只能说明像这种名誉版开运啊，应该不是他本人的东西，年龄不大。根本没有购买力去买这些东西，给3000不让人家吃亏，而你又对版不懂，所以你说了呀，这有点前后不搭。反正我这也是第一次收银元，只要我不吃亏就行了。时间短任务重，那小伙子还在这儿等着我呢，你赶紧看看吧。你也别着急，我们做这个回收啊，要有一个原则，像那种未成年人的银元，你最好不要随便收。第一个，他年龄小，对于这个市场行情不懂；第二个，像这种开运版啊，它不是普通的北洋。所以啊，建议你这个银元暂时还别要了。咱俩在这说半天了，我还是没搞明白。难道这个银元真假是有问题吗？你说是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这有啥可迷糊的？
首先这个银元真假啊，我看完全没问题。这搁着盒子看，你看它这包浆，这一看都是一眼大开门的状态。问题就是你对这个板不懂，它这个北洋不是普通的北洋。你像我刚才跟你说了，北洋开运板和普通北洋龙的区别，就是它这龙头左边这个地方这个云朵，哎，普通的它是连着的，这个是分开来。哎，包括它这个内齿，你可以和那个普通北洋龙做一下对比，都是短，哎，然后另外就是它这个刺口比较粗犷，这是它最基本的区别。但是像这种北洋，它既然是名誉品，所以说它和那个普通的北洋龙的价格区别还是很大的。你这个北洋龙，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龙鳞，哎，完全都在，包括它这高额头，刺口也都是全身大，哎，几乎看不到任何毛病。而且它这包浆，你看前后。这可以说啊，都是老菜老味道。就凭这个状态，我给你估到17800，完全没啥问题。啥？能值17800？对。咦，这第一次收获就能大赚一笔啊！这我的运气也太好了，我太谢谢你了。哎，你别谢我，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还是那句话，年龄小，哎，这个开运板的板贵，哎，我感觉啊，也不是这个年轻小伙子的东西，有可能是拿他家里边的东西。我建议你啊，还是不要回收。你为啥不会说啊？难道这银元是假的？你有啥话你都直接跟我说，我这个人脑回路转的有点慢。哎呀，东西不假，银元一眼大开门。我发现咱俩说半天了，这频率都不在一个频道上。年轻人拿了银元，有可能是拿了他爸来，啊，有可能是拿了别人来，就这一个原因，我就建议你不要回收，明白吧？你说的对，那我还是拿回去还给他吧。对，别给自己找麻烦。能大赚一笔呢，这事都先那说吧。哎，对，好，先谢谢你了。没事。上一次我挖下水道居多的时候，挖出来几个奇形怪状的小砖头。哦，那收包人家给我500块钱一块。我最后我一想，你这家的工艺，它是不是古董哎？你考虑看看。可以肯定一点的是，你这个绝对不是普通的砖头啊！普通的砖头，第一并没有这么重。你想想，收破烂的就能给你500块钱买走，这绝对是有利可图啊！我500块钱卖给他以后呢，我越想越不带劲儿啊，因为感觉不像普通的砖头哦，所以说我来找你看一看，你给我瞅瞅。首先，挖下水道能挖出来这种砖头啊，只能说明你捡个大漏。你看它的造型属于中间窄、两头宽，这种定型啊是属于明朝之前比较流行的银亭。我拖着重量还不轻呢，一般像过去的大额银亭啊，都有固定的重量。你这个应该是25两重的银亭，25两还真没有嘞。哦，我说那称过了，多重？正好2斤重。2斤啊！你这看是不是看走眼了？你这可能也是给我偷走它的重量呢？其实你像我们看一样东西的重量，也是根据它这个大小定型来估一个大概。因为过去的货币单位啊，都有一个固定的重量，也就是说，过去1斤16两和现在的重量1斤10两是有区别的。所以你这个银亭是25两重。高手，果然真是高手。客气。不过你说的是银，我心里挺高兴的。但是你看着颜色那黑黑的，你别弄错了啊！你再看看是铁不是？说1000道1万，真不是铁。一般像这种银亭啊，都是过去大几百年前的东西。你想想，你是在下水道下边挖出来的，如果真是铁的话，早就腐朽不堪了，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下，早就化成灰了。正好是银亭，它的含银量是在99%以上，没有其他杂质，所以银亭啊，它外边只有一层水坑包浆而已。连这银亭呢，包括它上面的刺口，包括它的封膜，都保存的非常完好啊。那照你这样说的话，那上一次我卖给他500块钱卖破烂的，100%的我亏了。那肯定亏。这好歹要是银子的话，那可，那不知道那便宜了，我也不知道那便宜。你想想，就现在单纯的银价来说，1斤主银就将近3-4千了。你这2斤，光卖破烂的银价，这都好几千块了。人家收破烂的啥都不懂，收回去肯定是大赚特赚。幸亏我都卖在这一块儿，我总感觉500块钱不得劲儿，这里头。照你这样来看，那这一块大概管值多少钱呢？你给我看看。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像这种过去几百年前的东西啊，东西肯定是不能用银价来衡量的。所以说你拿过来的这个，你看定面比较模糊字体啊，但是看着它这个保存的这个外观还是比较完好的，就说明它这个腐蚀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细看的话，你看上面有落款。
因为需要清理才能看清楚。基本上过去明朝之前这么大个的银锭通常都是官锭居多，你可以和现在的收藏的10两官锭做一个比较，字口各方面好一些了都好几万了。而你这个从重量上来说有优势，从年份上来说更久远，取一个中间值的话，我个人看价值应该在大几万块钱左右。乖，照你这样说，那500块钱一个确实亏大了。那确实，怪不得他那天他还又上俺家来问我有没有了，原来这里面有大文章啊！你说呢？那说到底还是因为你不懂，因为我们普通人对这些过去的银锭啊懂得太少了。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银锭来的太轻松了，既不是祖传又不是买卖，所以你才会500一个卖了。别人对吧赚了大钱肯定会天天过来找你啊。你说的有道理，对吧？我这也不能白卖的。我给天门，我专一找那个书包把这个东西我给他买过来再，我得要过来。你要过来都算了，别人到嘴的肉肯定不会给你吐出来，何况是这么大一块肥肉嘞，说不定别人已经买过了，你再莫名其妙的找别人要，别人再说几句难听的话，你听完之后心里边肯定也不太爽，因为这个吵架就不值当了。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吧？那咱俩这一块，我拿一张传家宝去咱了。好，我真谢谢你啊！没事，不用客气。我这个人啊，真是聪明啊，花小钱捡个大漏。1万买俺村的那个守村人7块银锭，没想到这一下子净赚70万。1万买7块银锭，这转手就是70倍的利润，这绝对是大漏。现在在农村还会有这么大的漏吗？我看看啥呗。主要是俺村的这个守村人啊，有点憨。过去他祖上是大地主，他啥都不懂。我给他按现在的银价买回来了。那你如果按银价买回来的话，不能说捡大漏，小漏还是有的。因为你这下，这好歹这都是过去的老银锭，像这种小一号的是3两，像这种大一号的是5两的。虽说都是速锭，但多少也有年代感在里边。这7个的话，花1万块钱。这不只是银价了吧？应该比这个银价贵吧？不贵啊！我用家人的秤称过了。这7块2斤少一点儿。我给他按10块钱一颗，就给他1万块钱而已。10万块钱一颗那是金店卖的成品价。我跟你说一下吧，一般像这种素银锭，含银量都在99%以上。一般我们说的银价都是大盘价，而不是商场的卖价。但是你这个也不亏，一颗花到10块多一点，这价格也算捡个小漏吧。什么小漏啊？你这话说的也太搞笑了吧？堂堂我们村过去的大地主，人家传几代的古董，这怎么着也得10万一个。10万一个，这太夸张了。10万一个，你现在可以买50两的那大银锭了。50两的银锭，对吧？从重量来说，比你这大一点的5两银锭，相当于是1坨10了。另外10万左右的银锭，上面不像你这没制口，而且从这个定型上来说，比你这些更有观赏性，因为收藏讲究的就是一个观赏性。我买的这些品相非常好，每一个都是不可复制的。据说这银锭啊，可以追溯到明朝，从时间上来看，哪一个都值10万。那你说的时间点很对，基本上明清那时候啊，都是这种数锭，10万一个，我不知道是谁给你估出来的价。但是你千万不要被这种参考价迷惑了，因为像这种速锭太常见了，你想在市面上卖10万一个，难度不是一般的大。那看来你要失言了。我这些银锭啊，暂时还真不愁卖，已经有人给我出到10万一个了，我就是怕10万一个卖亏了。10万一个卖掉的话，那绝对是不会亏，但给你开到10万一个的话，那绝对是居心不良。因为啥吧？因为你这些银锭，你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定型特征，你看一下定面都有这种盘丝纹，在我们行内称之为盘丝锭。盘丝锭啊，大多数都在云南那边为主，大多数都是圆形为准，而你这些都是长方形居多，这就是速锭。你细看定面，有的带来还有点字口，还有落款，但是很遗憾，这看不清这上面写的啥字儿，所以我们称之为速锭。速锭啊，也就是过去的这个碎银子，因为古代是银本位，为了方便找零，所以1、2、3、5两的这个碎银子比较常见，也就是说存世量比较大吧。
加上你这些没有落款，没有明文，所以显得就比较庸俗。目前市场价主要是根据它这个定型来定价的，也就是说品相越好，价格就贵一点。个人看你这也就是20一颗吧，有多少称多少重量。你别扯了，我这2斤大整张，21颗也就相当于只赚1万块钱。那是，这和我想的10万一块差距也太大了吧？那按你的想法肯定是差距大，但是按你买入的价格赚2倍的收益，肯定也算是捡个大漏。你想想，现在农村几乎对吧，1万买2万卖这种漏，我们普通人都遇不到，所以你要懂得知足啊。按你说的价格，我肯定是不知足。你说谁会给钱过不去？那是放着10万不卖，我卖给你2万，除非我傻了。咱俩在这研究那长时间了，你看说到底还是因为你这银锭不值钱。现在能给你报到10万一个，也只有网上的那些所谓的专家了。你不要一味的相信他们估的价，多去实体店问一问行情，因为大多数人报的价才是真正你这些银锭的市场价。好了吧，我看你啊，也不是真心想要啊，我还是去找过10万的人嘛。那行，那你我又不傻，不可能只卖给你2万。好，那你再转转。老板，我这有一块家传的金锭，我这一查资料啊，竟然是康熙年间的。我也不管它值不值300万了，急用钱，100万卖给你了。这上面写的确实有字儿，康熙27年，山东济南府捐书。这先不管它字体怎么样，就说你这个金锭，这如果是真的话，这可远远不止300万了。我都无所谓了啊，因为这块金锭啊，是俺女朋友家的，反正他爸已经找网上的专家估过了，值300万。我觉得跟耍猴似的不靠谱。可被你说着了，网上的专家有时候这个估价确实不靠谱。首先他这个连真假都没给你看出来，上来都给你报300万，这个醉翁之意明显不在酒。就单说上面写了，你看10两黄金，真正的黄金这么大又这么厚，怎么可能只有区区的这30来颗嘞？这多重的话我还真没有称啊。反正就是我急用100万救急。我准备变现换点钱花。我看这个金锭外观是挺好的。那这个外观看着确实没啥问题啊。这种外观的形状是束腰锭，中间窄，2头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也别生气。就像这种束腰锭上面的字口，它这是属于驴头对不上马嘴，因为束腰锭都是明朝以前的定型，而你这上面写的是康熙27年，这可明显是清朝的时间点啊。你说这个时间点吧，我不知道。我准岳父大人说传几代人的时间了，而且已经找专家给我看罢了。我感觉值个100万没啥问题。这个首先这个还是他这个时间点的问题。那岳父大人找了这个专家，我感觉有点不太靠谱，因为现在网上专家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不相信呢，对吧？我感觉你应该是那种人间清醒。对吧？因为这个网上专家现在他这种骗局也不是啥隐瞒的事了，通常他们都是以报高价，以高价吸引你的信任，然后再利用你对这些股东不懂的心理，借机骗取你后续的各种费用。反正我感觉吧，他们给300万有点扯。这都按黄金卖，也就是个120万。那是按黄金溢价5倍来说也就值个110来万吧。那其实股东溢价也不完全是这样算的，物以稀为贵。你像清朝的金锭比较少见，尤其是像这种带字口的更少。你像拍卖会上都没有这种金锭，所以说就单看你这个束腰锭上面带字就凭这一点它就不会便宜了。对呀，你看值多少钱，老板卖给你了。卖给我。还是那句话，首先你这个金锭，我感觉它这个材质不是黄金，因为重量达不到。我先来听一下它的声音你看听着也像金属的，但不是过去的黄金。你看镶金铺大银，黄金它不会有这么响，知道不知道？这一听我听着像这个银子的声音。还有另外就是你这个，你看虽然说是外边是黄的，但是你看通过它的字体来看，里边发白，看到了吧？有可能是银子，这是第2个点。第3个点，因为过去它这个篆刻都是纯手工篆刻，还有你这上面的字体也不一样。你看康熙27年，山东济南府捐书这个书打错了，包括金锭10两整，10两
你包括它这字体啊，也明显不是过去的字体，所以说综合这几个原因嘛，我这看你这个钉子是有问题了啊，有可能是现代的艺术品。没啥问题，这俺老丈人都传了好些年了。我知道，我现在感觉着，如果说是银子的话，外边镀一层黄金，或者是怎么着，也就市场价也就一个银价1000多块钱。这啥意思？这你都给我1000多块钱吗？对，我给你估的市场价大概也就是1000多块钱。你别给我开玩笑了，你拿过来吧，你懂不懂啊？你没事，你回去问问那老岳父，问你老岳父看搁哪来的都知道了。家传300块龙阳，全部都按照评级公司的要求已经入盒了。一块70万，我这瞬间就成了亿万富翁。那你这账算的挺有意思啊，一块70万，那300块就是2个亿了。关键是我看你这都是小1号的半月龙啊，来，我先看看啥了吧。可被你说着了我们常见的银元都是大1号的而像这种半元和平时更少见。所以说才值那么多钱。首先，你这数量确实不少。如果都是这种清一色的云南半月龙的话，那我就随便拿几个看看。像你这种啊，都已经评级入盒了，而且这全部都带分。云南半月龙啊，整体品相都这样，你这些品相状态各方面还算好了嘞。说实话，像这种半元比较常见，入一个盒子恐怕得几十块钱。这300个下来，估计入盒费得1000多吧。花1000多块钱，这都是小钱，就图一个省心。因为这是我家传下来的，我知道真假，怕就怕别人不知道真假。你说的很对，基本上刚开始玩银元的都会选择这种盒子币。银元能入盒就说明它这个真假没啥问题。因为这种云南半月龙啊，对于初玩者来说，价格不贵，性价比比较高。咱说句不好听的，你虽然说入盒平均花了点钱，但是比那种裸币啊更好出手一些。你说这话我还真不认同。这一下卖完，恐怕也没人能够买得起。一块70万的价格，300块，那就是2个亿啦。2个亿有点夸张了。还是那句话，你这账算的没啥问题。但是像这种云南半月龙啊，太常见了。可能平时搁咱河南这也不常见，但是你在云南那边啊，家家户户都有很多。就看恁家这一下子有300块，所以啊，也不是你想的几十万一个。这哪是我想的价钱？因为我什么都不懂，连评级入盒的时候还都是受别人指点的。70万一个是别人给我的报价。那我看出来了，别人给你说70万一个，你还真信以为真了，那说明你什么都不懂。70万一块的银元也有很多，但绝不是你这个币种啊，大多数上几十万的都是那种军阀币，而你这些都是过去大批量发行过的流动货币。我知道你们做生意的每个地方的报价都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一句话无论走到哪里，好东西永远都好价钱。你说的很对，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啊，像这种银元买卖报价确实比较乱，但是现在网络时代，它的价格非常透明，能把他们当70万一个，那只能说明你是小白。你看这上面写的很清楚，你看云南生造库平3006分，这个比常见的元大豆重量轻一半，购买力也减半。在晚清民国那时候啊，算是伏笔，2块才能兑换1块袁大头。虽然说是龙阳啊，但是它这个发行存世量比较大，所以价格上不来。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半月龙啊，它这种新龙含银量比较低一点，你看它的整体做工不是太精致。说到底还是过去云南那边啊经济不好，大部分人用的都是这种小面值的半元。这些半月龙都已经平均入盒了，按照你目前的状态分值来看的话，评分还是可以的。因为半月龙存世量比较大，70万一个那都是天方夜谭。我个人看你这也就是300以内的市场价。啥呀，300一个吗？对，你说这话能把我气晕。虽然说是我家祖传的，但是也绝对不会这么便宜。300，你说现在能买啥？300说实话确实不算多，但是能买到的银元种类也不少。你像各种做样、影样以及国外的银元，要么就是这种半月龙了。因为银元现在分版分的比较细，如果真值几十万一个的话，恁家不可能一下子能出现300个了，能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只能说明它这个存世量巨大，多的东西你想想咋可能值钱嘞？你说的话我也不会全信如果不值钱的话那你说别人为什么能给我出70万一个？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那70万一个能给你保这价了，那只能是网上所谓的专家。你记住一句话就行了，别人买你的音源是要挣钱的，70万一个买回去干啥用啊？那只能是想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我看咱俩也做不成生意，我建议你还是找别人去问问价吧。哎，算了，我看咱俩做不成生意。对，70万的音源你给我300，开什么玩笑呀？再算账问问吧。我第一天嫁进来，我婆婆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你看，拿一块破元宝给我。啊，这个头这么大，这一看都是50两的银锭，这不叫破，这外面这是他的包浆而已，这哪是下马威？这分明就是拿你自己当亲闺女啊！也不是我嫌弃它脏，都不知道。我大姑子去年出嫁的时候，我婆婆可是送了一个大金镯子。你也不用咬嘴，今年你才嫁过来，千万别提以前的事。单凭你这块50两的银锭啊，你看它这品相这么好，最主要是这么大个的银锭啊，特别稀少。仅凭这一点啊，就比那个金手镯强。得了吧，你以为我不知道哎？那黄金比银子贵多了。那是，我是感觉我婆婆这是给我一个下马威。哎呀，我看你长得挺漂亮，反倒是你的理解力有问题啊！黄金再贵，一只手镯30克，按1万多块钱算呗。银子再便宜，这有50两重，它就是卖破烂也得比金手镯贵吧？你见过谁给下马威能给你实打实的这个银锭呢？我看你这算术有问题。这元宝只有3斤8两，而且它的含银量我估计都不会好到哪去。哎呀，你这是典型的自己看不起自己啊！首先，50两的银锭啊，3斤8两重量是对的，因为过去1两是37.3克。这和现在来算就是1900克。第二，你不要看它涨，看着它旧就否认它的含银量，因为这种50两的银锭在过去是最纯的雪花银，含银量在98%以上，接近现在的这个祖银了。银子再纯有啥用啊？这尘我也不能挂身上啊，反正是没有黄金手镯实用。哎，为人父母不容易啊！如果你确实不喜欢的话，完全可以变现买成金手镯，大可不必和这个父母闹别扭。你也别帮倒忙，这东西我今天拿过来了，你看到底能值多少吧？这就对了嘛，给你估价听一下，总比什么都不懂强。一般这种50两的银锭啊，贵就贵在它这一个稀少的程度上。在明清甚至民国那时候来说，这算是最大的钱了。和银元一样，主要是看它的品相。你这个锭面说实话有流通痕迹，这都很正常，因为过去人啊检验含银量的时候都是用暴力来检查的，往石头上一刻，用刀子划一下，以此来检验它究竟是不是银子。所以我们常见的银锭啊，有的和银元一样带戳字，在过去戳越多，证明钱庄检验的次数多，真假大家也有放心。而你这个锭子好就好在无戳，锭面你看字口也算是很清晰，属于上锭。一块银锭好坏主要是看它这个蜂窝，你这个锭子的蜂窝比较自然，细看的话多少还有一点金珠挂底，整体状态还是可以的，大概市场价10万左右。老板，你没看错吧？没有，就这3斤8两的银子能给10万，不是说银子才几块钱一克吗？你说的很对，现在大盘主银也就是6块钱一克左右，但是你这个银锭可是晚清它这个宣统年间的呀，这好歹品相还不错。你说现在市面上谁会傻到它当银子去卖嘞？对不对？那你估10万的话，那应该是我的错了啊！关键是我婆婆她没有告诉我它的价值。那没告诉你，这很正常啊。我这也不知道说啥好了啊！你不知道说啥好了，那啥都白说了。之前啊，主要是你啥都不懂，才会无知啊，拿到这个和这个金手镯去对比，你感觉这银子不值钱，这一堆银子比不上金手镯，对吧？金手镯最起码是黄金，你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市场价之后，那就把这其中的这个误会，这自然而然给解开了，把恁婆婆当亲妈看待，这就对了。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听到这个估价，激动的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回家我一定好好对俺婆婆。对，婆婆也是妈，回去好好的孝敬她。好。俺婆婆送给我一块银元啊，别人一看净说是假的。如果真是假的，我今天回去必须让她撵出去。婆婆咋可能送你一块假银元呢？再说为了一块银元，你婆婆也不值当了呀。来，我看看啥的银元。主要是丢脸丢到家了啊！我去金店兑换一只银手镯，人家都说是假的，直接都给扔出来了。
扔出来这太过分了吧？我看你这个银元一眼开门啊，虽然说是一块孙小豆，但你这还是一块好板了呀。老板，你可看清楚啊！那今天员工和老板他们都说连银子都不是。哦，那我修的差点没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个确实真假完全没问题。你这遭遇到不懂行了。首先，你这壁面这是一眼开门，而且你看还带光，这一看就是银的，而且还是一个初铸版，点钞这个翘户，另外看这个是8字碑，这价值很高啊！你换银手镯这太亏了。不可能吧？啊，那人家都开金店嘞，不可能看不准吧？那员工看不懂，那老板也不可能看不懂嘛。我发现你陷入一个误区，开金店他不一定认识银元的真假，他们的专业是买卖金银成品首饰，对这些老银元不懂太正常了。你这绝对是家传下来的。那俺婆婆说也是家传的，结果都弄个假货，我这心情一夜子都低落了，让我看不起俺婆婆。我觉得完全是误会。你想想，恁婆婆咋可能会给你一个假的嘞？虽说过去人啊，他不认识这个银元，用那种老假，也就是民国时期造了假，连银子都不是。但你这个很明显，它不是老假，所以为了这一块银元的真假，咱说句不好听的，你也不至于撵恁婆婆走啊。我最烦那弄虚作假的人了。那人家送耳机都是几百块啊送，他都送我这一块，结果也给了我一块假嘞。哎呀，我再给你吃个定心丸啊！你这个小头确实不假，家里边有几百块银元了，那在咱生活中毕竟是少数。以前流行用这个银元去换银手镯，那时候银元很便宜。现在你随便拿一块孙小头啊，最低市场价也得6、700了。也是现在金店卖的银手镯一只，对吧？才200-300块钱，也就是说一块普通的孙小头，一个能换1对银手镯。那普通的孙小头换都不划算，是不是？你这个带板，何况你这个带板的嘞？银元这个东西啊，因为你可能不懂，普通版一个价，这带板啊又是一个价。细看你这个，它就是初铸，你看它是翘户，和普通的小头区别就是翘户，一般的胡子它都不翘起来，而你这个翘起来了。点钞呢，基本上带点钞的也比较多。另外一个不同就是1元的元字、贝字、8，普通的打个弯，你这个初铸，说实话它不打弯。这个不仅是好板，更重要的它这个状态好。细看，你看还带转光，而且包浆显得也非常自然。初铸里边你这个也算是佼佼者了，市场价说实话没有个几千也下不来。说句实话，你还不如直接把它变现，直接买银手镯了。几千是真的假的？真的呀。那如果真值几天，那我肯定不给他们去换呢。对。那换手镯还得补钱，那属于吃力不讨好啊。你说的太对了，以前银元便宜，拿银元换，对吧？能省钱，现在再换就吃大亏了。只能说明他们的金店啊做不了您的生意，赚不了您的钱，因为他不懂真假。那照你这样说的话，那金店也笨得很，那连那贵重的银元他都看不懂，太扯了。这个看不懂太正常了，毕竟人家是开金店了，又不是做古玩的，把金银搞懂就行了。反正他也没给你换，足以说明啊，恁婆婆没忽悠你。你看这个银元现在咋处理？那俺婆婆这干的还差不多那银元给你留着吧我拿着这钱去搞一个金包银具那比你这代表还好看嘞。那行。来，老板，我真没想到挣钱这么容易200一克直接买过来了一个汉代金锭，这下我发财了。汉代的金锭，这上面写的确实有个汉字，如果是黄金的话，那你这确实捡个漏，因为现在黄金价钱挺贵了。我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古董我这可不能按现在的金价卖啊！别看它小，它价值可高。那你看古董来看的话，你这个品相字口确实是不错。一般金锭啊带全字口的不多。看你这个大小的话，应该是2两的锭子，但是我拖着是有点轻了点。刚才听你说200一克买了，这是在哪买的？跳蚤市场我们这有个有名的二手市场，每个星期天人来人往的很热闹。一个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30克的金锭6000直接拿下。说实话啊，你别说买这个古董黄金了，200一克，你就是现在买普通的黄金，你也是能赚一大半啊。因为现在金价都已经达到500多一克了，
现在在跳蚤二手市场买黄金，这多少有点不靠谱吧？捡漏这东西有啥不靠谱的？他上来都给我要500一颗，我给他还价直接一步价到位，砍到200一颗。说实话，卖不卖？这黄金这东西还能还价，这我是第一次听说。而且你这硬生生的砍到200一颗，是稍微懂一点黄金常识的，恐怕也不敢下手去买这样的黄金啊。我告诉你吧，我可不是一个人。我身后网上认识了有个专家。我给他看2张照片，他给我果断报价50万，我才敢下手的。啥？就这点东西给你报50万，这一颗一下子花到1万多了，你这搞了悲剧了。我告诉你，网上那些专家啊，他们可是说话不负责任，给你估50万，可不就能卖50万啊？这里边有很大的水分。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挣你的鉴定费。既然他们说值50万，你咋没去找他们？我这还不是没来及的嘛。专家说了，这个鉴定值50万，完全是因为它是汉代的。你这个专家啊，我看来是挣钱毫无底线了，不能仅凭上面一个汉字就信口雌黄说是汉代了吧？如果上面刻一个秦字的话，那它就是秦朝了吗？其实这个金锭，先不管是哪个朝代的，我最关心的是它的重量。刚才你说的区30克的话，那就不对了。你看这大小，这一看都是2两了，因为过去1斤16两，1两是37.3克，2两的话必须是74.6克，所以说重量上足足差了一半。我看这完全不是黄金，可以从背面你看抛色的地方可以看出来。你说谁家的黄金它会抛色嘞？背面可能是他的褒奖毕竟这几百年的老古董了，这不算什么毛病。那你这样认为的话，那就不提氧化的问题，就说上面的字体。为什么说到不了汉代啊？首先这种金锭的器型大小一看啊，这都是民国那时候的，汉代没有这种器型。2两要么是长条，要么就是这种圆形，大多数中间带个孔，形状上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字体这一看就是电脑体，这很明显，这都是现代做出来的。现代的不可能，咱俩别搁这磨叽了，你都说个能给我多少钱吗？给你多少钱？这东西我要不了，不是黄金，也不是古董，我要它没任何意义。倒是你相信了网上那个专家，这一次可把你坑惨了。好歹你这6000块钱买回来了，恐怕卖你那东西的老年人，你现在再去那个跳蚤市场找他，估计都找不到他了。我找他干嘛呀？你不要都算了。我卖给我卖给你50万，我还怕卖亏了嘞，所以我才问问你。那50万卖肯定是不亏，怕就怕就是他给你报50万，对吧？他想要你口袋里500，想要你5000，这个网上专家的套路，我感觉啊，你最好是抽空了解了解，别上当了。好，走，给我吧，我也不跟你唠了，咱俩再唠也唠不出啥结果。对，没啥结果，拿回去吧。还是我这个对象比较明点儿啊！我这山分下彩礼让他随便拿，没想到他一下给我拿了300克的黄金。哇塞，这300克黄金希望人啊，看着确实是金光闪闪的。这如果是黄金的话，恐怕没有个10几万买不来吧？我都粗略了算了一下，现在黄金600一克，300克的话刚好18万，我比较满意。那照你这样算的话，确实比较满意。毕竟3婚能下18万的彩礼确实不少了，但是我看你这个造型比较独特，你看中间窄，2头宽，这看着造型啊比较像宋代的金锭。这如果是古董的话，那价钱就更高了。还是老板你有眼力啊！我这个对象都说了，这个确实是他家祖传的金锭，你看看值不值200万？帮我变现，我急着挣钱，给我7岁的儿子买套房子嘞。我没听错吧？儿子才7岁，你这着急给他买婚房？未免太早了点吧？这另外像你这3婚才下来彩礼，你就拿出来变现不合适吧？毕竟你们俩还没结婚呀。我上一次婚姻就因为我前夫不疼我，让他给我儿子买房，他都不舍得。因为我第一任婚姻就这么一个儿子。那你说实话，买房子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它不像吃碗烩面那么随便。就以咱们这里为例，买一套房那得好几十万。工薪阶层的话，那得努力奋斗很多年，尤其是像你这离过婚的，重新组建家庭，一定得为对方考虑，这千万不能儿戏啊！所以没结婚之前，我都给我对象讲清楚了，给我下聘礼必须得给我买一套房子的。那关键是你这个金锭，它毕竟只有300克的重量，它还买不了房啊！你刚才算了，不是只有18万吗？18万顶多在咱这里。
也都付个首付吧。18万是我保守算的，我在网上已经咨询过专家了。说我这个金锭啊，值200万起步。可我对象就是1万个不想叫我卖。哎呀，那对象不让你卖是有原因的，因为现在网上专家有很多都是瞎忽悠人了，告诉你这个200万起步，最终的目的就是吸引着你带着东西过去找他们，然后趁机忽悠你口袋里边的各种鉴定费用。你说的和我对象说的差不多，他反正就是不想让我去。我车票都订好了来找你看看卖个200万亏不亏？真给你200万肯定不亏，关键是2个问题你得想得到。第一，人对象为啥不让你去？你细看一下你这个金锭，这都是金光闪闪的。我这摸的时候啊，你看我这手上这都有金沫沫了。我告诉你，真正的黄金它可不会掉色啊。是嘞，我也发现了，好像都是有点掉色。可是网上的专家都说是老金锭，最少也得值200万。这就是第2个问题了。一般像这种形状的金银锭啊，首先让人想到了就是宋代。宋代的银锭有这种造型，但是你说是黄金未必，因为黄金的密度比较重，我托在手里边啊，虽说有一定的重量，但是你这个有那么大，又有这么厚，远远不止300克了。如果是真正的黄金啊，必须带有1斤以上的重量，所以并不像黄金，当然也更不是古董。黄金它不褪色，而你这褪色，你看很明显。这外边是被人刷了一层漆，要么就是金包银。最基本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地上使劲戳一下，具体里边对不对是啥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金包银？对，不太可能吧？如果是金包银的话，那外面是不是都一层黄金了呀？对呀，有可能是黄金，也有可能不是黄金。这具体是啥，只能给你说明一点，这个价值就不是你想象的10几万，更不会是上百万之数了。所以你心里边得有一个准备。我准备什么专家都和我约好时间了，我先去一趟吧，说不定还真能带200万回来的。咦，你这自欺欺人，你不相信我说的结果，你那既然你不相信，那你带着东西去试试也行。不过你记住一句话，你这是大老远去找他们卖东西的，到地方之后可千万别给他们专家掏钱。收好你的钱袋子，千万别上当受骗了。我都多大一个人了，剩下的事你不用管了。谢谢你老板。没事。俺老公就是个愣头青，打2000块钱搁工地门口收了个破烂玩意儿。你这个可不是啥破烂啊，这个发黑很有可能是他的包浆。2000块钱收来应该是捡个漏，这东西拖着还不轻嘞。一个大铁疙瘩要它有啥用啊？那个漏斗精买东西从来都不计后果，他都不知道我挣钱有多难。你们这里边可能有误会，我看你这个还真不是啥铁疙瘩，铁疙瘩时间长了生铁锈，你这上面可不是铁锈啊！你看它的造型属于中间窄，两头宽，而且上面还有字儿，背面还有蜂窝，样子倒像是银锭，这拖着重量得有50两。得了吧。上一次他家里祖传下来一个碗，也不知道在哪认识一个专家，碗没卖掉，还花掉了我存了2万块钱。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恁老公上一次应该是遇到了骗局。现在网上有一些专家，你给他随便拍2张照片，他告诉你能值几十万。你想想那个碗，都家里边祖传下来了，肯定假不了。专家一报几十万，你说谁不心动？对，就像你说的这样。俺老公就像打鸡血似的，还跑到广州去，1毛钱还没有挣来。主要是恁老公太天真了，这事儿真不怪他，只怪网上那些专家太狡猾了。名义上是帮你估几十万的价，背地里却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很多人不懂，上当也很正常。你想想，就一个家传的东西，不是金也不是银，咋可能值几十万嘞？他想的都是太天真了，就中午买菜的功夫，在工地门口看见挖出来了，竟然给买回来了。我说句实话你拿过来的这个东西还真不是挖出来的，因为过去的银锭含银量较高，如果一直在地下的话，包浆不可能是这个样子。这种黑的只能说明它与什么化学物质反应了，才变成这个样子。你看吧，一个人相信世上有鬼，也不能相信俺老公那个臭嘴。我等会儿回去要跪搓的板。你别误会，这银锭可不是从地下拿出来的，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假的呀。首先材质它绝对不是铁的话，第一个锈不对，锈不会生成这个样子，所以绝不是铁。而且这个铁的比重也不会有这么重。通过以上2点，直接把铁给排除了。我这手里边你看有一个吸铁石，咱们吸一下，你看这吸铁石根本都吸不上，所以说它这个材质不是铁。通过这2点我就说明你不会赔钱。
从造型上看像银亭，银亭造型啊，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已经距今好多年了。字口上面标注了有它的重量，你看上面写的50两，所以这个重量和实物是吻合的。而且这种带字口的银亭，在过去啊是属于官银，官银留下来的并不多，所以就有一定的古董属性。再说句不好听的呀，你2000块钱买回来一块官银，这绝对是捡大漏啊！你即使现在去卖破烂，你轻轻松松也能卖个1万多。你可别忽悠，俺老公他啥都不懂，2000块钱买回来还能赚钱？我不信。赚少了还不行嘞，就你这个银亭的状态啊，卖破烂是不可能的。就以同等重量的银锭为例吧，我个人看啊，也能卖个6、7万，这也算是保守估计了。你这保守我也不相信你当，我可不是俺老公傻到我给你钱。你这理解有问题啊！你这卖东西的咋会给别人钱呢？你老公之所以上当，完全是因为他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加上他啥都不懂，别人让他出鉴定费、拍卖费，他就出钱，肯定对吧？你有多少钱也不够给他们了。而你这个直接变现换钱就行了，其他的都不用考虑。那也算了吧，我拿东西走吧。我这没卖掉，摆回来我再早给你钱。哎呀，你这太谨慎了，我都没说给你要钱，没事，你拿回去吧，你再找其他人干。